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现在自己有大麻烦，它的国债啊，现在又突破的这个37兆美元，史上最高哦。所以其实川普自己也心慌慌哦，因为呢，他不断的找裁员，然后增加关税，可是你堵不住啊预算窟窿，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花很多钱呐。每一年政府有很多的预算，而且在增加嘛，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川普就骂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说：“我叫你降息你不降，如果你还继续这样，我会对你祭出严重的官司，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啊，像是高盛，他们有一些预测嘛，那他就说这个川普的关税措施对消费者物价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见。川普听了又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个高盛什么经济学家啊？你还不如去当 DJ。”那不要再操心这个，你不要在这个什么大型的金融机构做事情了，你去当 DJ 好了，你根本就乱讲一通。所以你只要不合他意的，不管你是经济学家，不管你是媒体，不管你是政府官员，他都一样就把你打得一文不值。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美中的经济啊，包括关税啊、贸易啊，是全世界最关心的哦。那这个贝森特他是美国的财务部长嘛，他说川普还没有答应见习近平，美中将在3个月之内再谈经济方面的关系哦。那他自己说，习近平的这个见面邀请我们收到了，可是我们川普还没答应，我们还在考虑哦。那中美贸易现在看起来还会再延哦，这个关税战本来已经到期了嘛，他还要再延90天哦。那贸易商当然还是小小的庆幸了一下，因为至少黑色星期五啊，还有圣诞节这个大节，他们还能保住所以赶快进口该进口的赶快进，该下的订单也赶快下。那川普不是有喊话说，希望中国大陆把大豆多买一点美国大豆，这个订单最好增加3倍。那你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很冷，很冷的回应就说中方在中美经济贸易上的问题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基本上是没有回答，非常冷淡。我们再来看看过去这个所谓的晶片战这个科技战这里，辉达的 H20不是有一点松绑了吗？它只要卖给中国大陆，然后呢，美国可以拿到15%的分润看起来解套了。可是现在看起来 H20的这个卖给大陆这件事情又出现了变数，有传出一个消息啦，说北京施压企业，叫他们不要用辉达的 AI 晶片。那包括超微也一样，也被波及了。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这也是媒体揭露的，我们并不知道。贝森特在对印度上面的这个贸易呢，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新篇章了。贝森特说，在贸易谈判中印度实在很不 OK， 你表现太过顽固了。那我们看到印度当然全面抵制像是美国的这个麦当劳可口可乐亚马逊苹果现在这些都在这个印度的土地上被抵制。印度总理莫迪甚至呼吁消费者说，你不要再买这些美国货了，你要买我们本土的商品来抗议美国的关税。由总理带头，你就知道这一股这个民族情感这个是反美的情绪这个完全野火燎原。你不跟美国好了，那跟谁好呢？中印关系回温。彭博社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跟印度这两国最快9月会恢复直航过去可能有一些矛盾跟嫌隙现在开始逐渐关系回暖。包括你看到有一件事情，过去呢这个对于这个出口的尿素这件事情，中国大陆是有管制的到印度的这个额度是有配给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个这整个这个配给的限制给取消了就是恢复直航跟尿素的这个出口限制给取消了，所以这2件事就可以看到端倪，这2国可能慢慢要友好起来了。而且我们看到莫迪8月31号到9月1号要访问中国，出席上合会，所以2个人到时候会握手中印正为双边关系寻找新的平衡点。来，赖老师。美国政府的公债实在是太高了你刚刚提到已经37兆美元了那由于联准会不降息，所以它的利息的支出很庞大。那利息每一年大概5%左右的话，这么高的利息，那你想它的债务就越堆越高虽然它的关税收入在这半年有增加，它自己说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但事实上跟它的债务的成长的速度来比，那个还是算小。
可是问题是它有隐忧，那个隐忧就是美国很有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出现的这种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那如果真的如克鲁曼所预言的，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停滞性的通膨的以后很有可能他们的经济会陷入衰退，陷入衰退，这个非农的就业人口会减少，失业人口会增大。第二个就是中小型企业倒闭的会增加，然后需要社会福利支出的会增大，然后税收会减少。那这样的情形就会造成了他们的这个国家的税收一减少以后，支出的这个还债的能力就更低，美国政府又面临财务破产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对川普来讲是急到不行，他是希望尽快的美联储赶快降息。可是美联储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他一直觉得这么高的关税开始实施之后，可能会形成通货膨胀。虽然这一次的 CPI 看起来不错，可是问题是有感的民生指数已经在通膨已经在发生了，无感的，例如说像油价下降了，或者是房地产下降，那这个部分是无感，可是它是把那个统计的数字就把它拉低了。可是有感的就是我们的吃饭啦，用民生用品啦，然后那些食物啦都在涨价了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有感的在涨，无感的在降的情形，把那个粉饰太平以后，美联储还是认为危险，他不敢放手。一旦不敢放手，利息还那么高，川普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就每天骂那个鲍威尔，每天在那边骂。其实他这样骂是没有道理的，他的骂还是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嘛。好，那现在对于这个贝森特来说，他们想要做的其实是要把巴西先砍倒。为什么？他为什么逼的中国大陆要买这个4倍左右的大豆？最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大豆在减，可是对巴西的大豆在增。那美国现在对巴西在实施关税制裁，如果大陆要增加美国的大豆，一定要减少巴西的大豆。那巴西一旦大豆又卖不到中国，咖啡不是美国对它实施高关税吗？中国已经伸出援手了，对，那巴西一定崩嘛。那但是问题就是中国很明显的就告诉美国人说没这回事，因为习近平跟鲁拉通了一个电话，说不可能。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债创下了新高，川普现在很生气呀。来，彬哥，生气没有用啊，你自己的政策就会让国债持续升高嘛。没，你那个大而美法案那个国债不升高要等什么？对，所以我觉得生这个气没有用啊。他本来打的如意算盘就是他关税这边能够弄一点钱回来，然后各国投资进来，然后再加上降息，这样子全部就搞定 ，perfect， 完美。对，但是问题天不从人愿啊。而且现在鲍尔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现在看起来 CPI 好像还不错，那是因为效应没有真正发生。对，那个因为之前大家都靠囤货啊，各种方式先拖在那个地方，他等到下半年效应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对啊，所以他鲍尔必须要顶在那个地方。不过川普已经口不择言，他直接叫他 loser。鲍尔大概这辈子没有被人家骂过 loser，所以这也是没办法。那他也因为他开始急了，所以呢，他现在开始讲话也开始口不择言，也开始随便乱讲。像他说什么习近平的邀请函已经寄来，只是我们还没同意啊，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我不太相信有这种事，因为大陆会做这种事是很谨慎，他一定是先征得你的同意，他确定你一定会来之后，他才会发这个邀请函嘛。不然的话，我丢个邀请函给你，结果理都不理我，被已读不回，那多丢脸啊！大国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啦，美国自己也不会干这种事，所以我觉得不要讲这种笑话，那根本没有人会相信啊。那至于说为什么大陆对这个川普这个大豆是冷回，因为很简单嘛，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在那边讲说啊，中国要买我们的大豆，谢谢习近平主席。你以为习近平今年几岁啊？你随便讲几句好话，相信了吗？你要拿东西来换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嘛。你没有实质的利益交换，我为什么要跟你买？而且大陆本来订单上就没有美国的大豆，对啊，所以你要我
插单不是不行，但是你拿什么东西出来换嘛？那我一直觉得白宫去跟辉达跟超微去加收这15%分润15%是很无聊的事情。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你能赚多少钱？然后你等于是在增加厂商的成本，然后降低他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我都不知道干嘛。那你干脆不要让他进去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很多政策没有一致性，就自己在打自己，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他如果持续这样搞的话，美国真的会被他搞到大乱。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现在美中之间的战争正在开始，印度跟美国看起来也翻脸了。来请教。我先讲一下，我觉得林健这个回应不好。对，这个川普他说谢谢习近平主席我觉得林健应该回应他是说不谢，我们再联络那就好了，对不对？因为讲那么多官方语言，我觉得是没有太大意义。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度的莫迪来讲他这次来讲，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莫迪这个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其实莫迪已经7年没有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那因为2020年以后，那双方在边界冲突之后，莫迪就没有再去了那这次莫迪借着上合会议会到天津去访问，大家看看这个日期是8月31号到9月2号，同时会去的人还有一个叫普京的，然后之后。我相信这个莫迪就会上天安门广场去看93的阅兵，因为这时间刚好配合在一起。那莫迪现在正在提倡一个运动就是我们都抵制美国的货物，包括美国的可口可乐，包括美国的所有产品，我们都抵制。不过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说，美台关系或是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坚若磐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在美国，那他一切以美国利益优先，淡化台湾吗？这是来自于美国期刊《外交家》11号刊出的一个文章，标题写着"共和党正在疏远台湾吗？"一个问号。它内容说川普政府的对中贸易考量，还有新右翼的势力崛起，所以呢，共和党对台湾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先前对赖清德过境被把他拒绝可是整个政府都没有说一句话，集体晋升，这就反映出共和党现在在淡化台湾牌这样子的倾向。那另外我们看到惠顿过去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川普的幕僚，他发第2篇贴文大家说他是重量级的，他就说你台湾可以试试看你们现在的方向对或错啊？因为他说现在所谓国会里面，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挺台湾，不然你可以测试看看。你去测试它，叫他赶快推动一些法案，让台湾这些军购案赶快交付或者是被 delay 的都赶快交，然后让台湾可以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这些行动，很实际啊。如果他有回应，就代表这个所谓台湾连线是有用的；如果没有，那就是虚晃一招那他还讲什么叫做新右翼？他就是希望台湾可能某种程度就跟中国大陆完完全全切断所谓刚刚我们讲的中华文化，所以你也可以去测试他建议我们现在的政府你把桃园机场像是这种去中化，你就把它改成李登辉机场、中华航空跟中钢这些台湾企业更名就是这个去中化，或者是推动什么台湾航空或者是台钢像这样子的台湾应该从国共内战期间带走的艺术品还给中国，讲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故宫从思想上切断跟中华民国概念的连结这个是一个很激进的一个想法。不过某种程度它在凸显在这个美国的鹰派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让中国跟台湾这样期待完完全全把它断掉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变成一个非常抗中、非常积极的一个前沿跟角色。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国南韩，这是史上第一次南韩的前总统还有他的太太夫妻同时入狱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尹锡悦嘛，他因为这个叛乱特检案被羁押讲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戒严案，然后呢，现在他的太太当时他有一个炒股啦、收贿啦这些罪嫌，现在也被声押了。这是南韩的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一个政治案件。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南韩现在也有很多头痛的事情，他跟美国的贸易谈判、贸易协定美国法案松绑进度缓慢，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答应的1500亿美元的投资，在造船业这个事情会打水漂。那另外呢，川普还在不断的施压南韩，在国防预算上面呢，要他们GDP 要占3.8%这个也很可怕那也要求驻韩的美军军费你也要分担一些，要超过10亿美元所以现在你看到南韩的现况是什么？跟台湾一样，他们军援也越来越少6年减少11万人。兵源线红线那军队规模也缩小了，现在是45万。那另外呢，这个对于台海万一有事，南韩的态度是什么？美国好像在施压他们，可是民众的民调是这样讲的南韩人说不应该出兵援台，有60%的人是这样讲的。而现任的总统李在明曾经也在造势的活动里头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只要对中国说谢谢，对台湾也说谢谢，和其他国家好好相处就可以了。中国和台湾打不打仗，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南韩现在的策略在外交上面，他也不重压一方，包括跟中国大陆的修补，在贸易上面他也很需要，所以你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25号会见川普，磋商半导体、军事这一些议题。然后呢，接着呢，我们看到美韩峰会可以看到呢，现在有人就在讲说会不会重蹈这个覆辙？什么覆辙？美国跟印度决裂的戏码，所以就有一些外界的言论是说，会不会这样子让南韩也会倒向中国呢？如果川普用力过猛，韩国当然也可能倒戈也有可能倒向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环球时报》给李在明按赞，这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保守反中团体，这个抓保守反中团体讨好中共吗？这是说最近南韩的警方针对保守派公民团体叫做自由大学展开了一些调查然后呢，某种程度也抓了这个他们来做一些像他们的抗议活动就把他们抓起来涉嫌撕毁印有习近平以及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肖像的中国国旗因为这些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把他们抓起来那他说这个就有人说，这是不是向中国发出友好的正面讯号？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倾向。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其实各方都在对赖清德、对民进党的执政提出警告，包括日本，包括美国。那惠顿其实就是被气到了，因为他之前第一篇居然被民进党批为说这个人就是因为要不到钱拿不到公关是，所以呢才这样故意攻击所以惠顿这次就干脆整篇文章，全部都是用讽刺的方式，是反讽的，他全部反讽。那你既然觉得你做的是对，那你就来你就改国号、改公司名称全部都改就照你的方向去做看看会不会对他甚至里头讲一句很关键的，他说：“那你应该直接跟共和党讲就是我们台湾根本不需要美国人出兵来帮我们。他直接就这样讲。那你觉得惠顿讲这个，民进党要怎么回？我跟你保证，民进党就当作不存在。因为他没办法回因为惠顿讲的其实就是过去民进党一直在主张的东西在野的时候他执政之后再也不敢主张这些东西了。曾经有一个人这样主张过，就是蔡依瑜，那个时候说要把华航这些东西改名，结果他吵了2个礼拜之后，就突然之间告诉你现在太危险，下礼拜5再说。然后从此以后，那个下礼拜5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了。所以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根本做不到，然后你每天那边鬼叫，那请问一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惠顿其实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表面上友台的这一些参众两院的这一些议员好像很多，可是绝大多数人是拿钱不办事，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出任何力量，只是有的时候要凑人数的时候他们就来，有吃饭的时候他就来了。那问题是真正该帮台湾忙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帮。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购还卡在那个地方，美国一直跟我们要钱，我们就东西就是不给我们了，这才是台湾的最大问题嘛。所以你真的有办法再去影响川普的决策吗？实际上赖清德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做得到的话，现在台湾的处境就不会是现在这样。所以他的文章虽然是反讽，就是要赖清德跟民进党认清自己的处境。可是我觉得惠顿白费心机。为什么？因为你以为民进党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一直都很知道，他只是不希望台湾人知道而已。
就这么简单，他清楚得很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白讲。那韩国这边现在也是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啊。你说尹锡悦跟他老婆一起被关，创了韩国史上第一，可是李在明还是受到美国层层的压力。你要知道，韩国今年的军费占他 GDP 2.6，他明年要直接升到3.8，一下要涨1.2。我帮他算了一下，一下要涨200亿美金以上。一个像韩国这种国家，突然之间要把你这个政府总预算200亿美金，也就6000亿台币，增加在军费上，那会有多少其他的东西你就没钱去做？这个会对韩国的经济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可是你看，他对韩国都这么狠，你以为他对台湾会客气吗？赖清德现在承诺说，我们明年3%以上，那韩国3.8%，川普都不怎么满意哦。那你觉得我们3%，川普会满意吗？所以现在面临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然后韩国跟我们一样少子化，所以他军队也是招不到人，越来越少。台湾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对全世界，包括美军自己都一样，美军自己都招不满人，全世界都面临这个状况。那请问一下，怎么去解决呢？光增加兵员就有用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需要去思考。那李在明当然，他一直在选举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说，其实很多人说他亲中，我倒不觉得他有多亲中，他只是觉得不应该那么亲美而已。但是以韩国所处的地位，然后讲美国就一直给他施加压力，他有办法就像他在竞选的时候讲的这样，真的完全就是无视美国的压力去修复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吗？我觉得恐怕有限。李在明心里也许这样想，但是他是一个随时被美国监视掌控的国家，他能够做到什么地步？讲实在话，韩国历史上发动过很多次政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所以李在明如果真的过了头，让美国觉得这个家伙可能要失去我掌握的时候，韩国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政变？老实讲，谁都不知道。请教赖老师。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也是猛打台湾牌，那没有什么效果啊，而且呢，跟中国大陆杠得很厉害，美国没有得到好处。那拜登上来了以后，再打台湾牌，碰得一鼻子灰。你看这4年一下来，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善。然后现在川普第2次再上来了，同样是一个川普，不打了。他很清楚他不打了，所以科比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很重要的第3号人物哦，不要小看他第3号人物，他在国防战略、安全战略上，他是负责的主要操刀的人。他的爷爷就是 CIA 的局长，所以他的国会关系跟白宫的关系家底非常深厚。他就直接在国会的时候就说，他说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是绝对不会为台湾而战的。他说更何况美国不可以为了台湾去惹中国大陆，因为美国为了台湾去惹中国大陆，只会让美国受到更大的伤害。讲得这么的白了，讲得这么的明白了，那当然这个就看出来，就是川普的这一任，台湾是搁在旁边的。那搁在旁边，其实美国很多的有识之士或是智库已经提醒赖清德，就是说你不要搞台独哦，你搞了没用。但是你可以看到赖清德不敢搞，但是嘴巴要讲要搞。那惠顿，我觉得惠顿这一次的攻击就很猛烈了，全部讲相反的话。你要搞台独，改国号嘛；要搞台独，桃园不要再叫做桃园机场、中正机场了，就叫李登辉机场。你要搞台独，故宫博物院的东西还给大陆去；你要搞台独，把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你要搞台独，把中文都拿掉，也不要讲中国话，你就讲南岛语族的话，看你要讲哪一族的，阿美族的，还是要讲那个布农族的，随便你，你就连汉语都不要讲，中文不要写，你全部都丢掉。你要搞你就搞得彻底嘛，不要搞一个不彻底。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敢搞嘛，你不敢搞，你为什么要装的你要搞？这个才让他们看不下去，就是说太假了。好，那现在轮到韩国了，韩国很有趣。美国现在是要韩国养所有在韩国的美军，那这个养的费用是越来越高。现在不但是薪水，他们要韩国人支美国人在韩国的美军的薪水，
他的生活娱乐费也要支，民生啊这个设施也要支。据说川普他现在要的更多的就是军事物品，就是说美国人在韩国所用的美式的装备，你韩国人要付租金。他也要日本要付租金，现在正在谈判，谈得很激烈。因为对韩国人来讲的话，那我等于是我养了一支整个美国的军队在韩国，可是一旦开战的时候，搞不好这支军队连根拔起就跑掉了。那我韩国人，我倒不如我养我一支自己的军队好了。我为什么要养一支美国的军队摆在这里？你还可能会跑的。好，那现在美国就逼着韩国做一件事，这是最近传出来的。他先逼日本，也逼这个澳大利亚，也逼韩国做一件事，就是他一直要问，如果台海有事，是不是韩国有事？你要不要介入？那韩国人就觉得很闷啊。你呢？他们要美国人，就是说你要先承诺你会出兵援助台湾，你如果不承诺，你要我们去承诺，你把我们当成替死鬼，把我们当成这个火药桶，我们去淌这个浑水，结果你美国人躲在后面，然后让我们去跟解放军厮杀。日本人到现在他们也不肯承诺，澳大利亚也不肯承诺，他现在逼着韩国人承诺，那他们都不肯承诺，因为他们觉得你美国你先承诺，你明讲，你战略清晰了，我们再来表达。你不战略清晰，要我们表达，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表达，我什么时候死，他们才不会那么笨。但是赖清德，你再想一想，你敢不敢？敢，你就直接宣布独立。你现在有权哦，你有权哦。来，请教将军。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高级顾问惠顿他前面第一篇写的名称，大家听一下他讲了什么名称？他那篇名称叫做“台湾失去了川普”，那就是说你台湾不听话嘛，这个你要叫你独立那你不独立，那我们川普来讲的话，我们不会理你，所以你失去了川普。就第二篇他的名称叫什么呢？台湾应该怎么做？我们台湾怎么样做，要由美国的一个国务院的一个高级顾问来指导我们。那指导我们怎么做，就像是前两位刚刚讲的。另外来讲，惠顿还指导了一点看大家要不要做，就是说你台湾如果真有心的话，你现在有黑熊，你要把黑熊纳入正式的训练跟作战体系里面去运用。那你不能光讲不练啊。但是我们看一下，你不要讲其他的或许我们不敢讲，我们不要要求说赖清德真的去喊独立。那你现在既然有黑熊，你每天黑熊在那边抗中保台，你是不是真如人家惠顿所指导你的，台湾应该怎么做？你就将这个黑熊纳入正式的作战编制体系里面，譬如说让这个黑熊部队负责一个地方的守备，或者负责一个地方的打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其实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讲的这个名声叫什么？台湾太软弱了。第二个叫做台湾玩假的，我觉得确实没错，人家一眼就把你戳破了。你这个赖清德每天在那边台独经书，在那边喊台独，结果你这个台独都是喊假的，这个惠顿一眼就把你戳穿了。你的太软弱，就是说你这个抗中，你这个力道太软弱，根本就是玩假的不是玩真的。那另外来讲，他说要改这个桃园机场，改成叫做李登辉机场。其实我觉得，我建议赖清德把它改成川普机场。或许如果你改成川普机场，或许我们的关税可以从20%降成15%的可能性都很大。因为川普就喜欢干这种事。你不要看以为这个是假的嘞。你看那个卡达他们干成什么事？他盖一个高尔夫球场，请川普来打高尔夫球。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就取名叫做川普球场。你看看人家多聪明。结果我们台湾再怎么样，我们台湾连这个都不会，学人家卡达吧。但是如果说台湾真的独立会怎么样当然就我个人来讲的话，不要每天这个民进党只会喊台独，那对抗中你不敢去抗中，就像是惠顿所讲，你玩假的。但是他对谁玩真的？玩硬的，是对我们自己台湾人玩硬的。你看对陆配，对这些所谓在野人士，对不对？对于跟他意见不合的，用司法来扣押，我觉得这段来讲，他倒是玩真的所以我们觉得说是赖清德，你这个抗中你不敢玩假的，但是你欺负自己人，你只敢欺负自己人，却用这么狠毒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赖清德。是。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社会现象。现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哦，都是政治的效应吗？我们来看看这个4格漫画哦，可能有些人听过，可能更多的人没听过。他是一名文创作家哦，笔名叫做姑娘状如山。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创作，讲的大概是社会现象，说爸爸挺白，自己挺绿哦，他跟爸爸哦。经常会有意见不合，爸爸说民进党你不挑衅大陆就没事了呀，哦，而且说哦大陆的这个科技很好很先进，那她哦这个女士她就批评共产党啊，整天呐飞机绕台啊，军舰绕台啊，骂爸爸被抖音洗脑。最后一张我们看到出现一张灵堂照，而且有爸爸的照片哦，灵堂上面有爸爸的照片哦。爸爸还活着耶！他说捐赠大体解剖，谢谢。文章的标题是老了你就知。这个网友有些人就把它剖出来说，你这样子对自己的爸爸再怎么样意见不同，再怎么样两个人政治立场不一样，也不应该这样诅咒自己的爸爸吧，因为有这样的意味嘛。就最后这一个漫画。那也有人去爬书了，他过去其实也有接受过我们政府的补助哦，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啊，看到2笔哦，28万多，加起来是57万6千元哦，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哇，我们现在台湾社会有人在斗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到底是谁带起这股风潮呢？于是有人联想到青鸟的一些包括726大罢免的一些作品。郑克爽这个粉专就把它做了一个连结，说啊找到了，我们来看看，是绿共，你就可以对你的国家没有兴趣，那国家乱七八糟，我念书有什么用？这是红共。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绿共，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立委自己办。一支笔，两分钟救台湾；一支笔，两分钟救台湾。郑克爽这个粉专，他认为这个台湾的绿共跟对岸的红共根本就是一家亲，而且有78分像。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和谐、更安宁一点点哦。不过现在大罢免还在进行，就是823那一天，政务官可以去站台吗？不是救灾优先吗？我们来看看林静怡，礼拜6的时候现身罢团的活动，搞大罢免，就有人说，你很奇怪，现在南部有风灾，还没有这个救灾完成，台风又要来了，你作为卫福部的这个次长，是不是应该要这个稍微这个收敛一点哦？那我们看到卓荣泰就说，行政院从来都没有投入罢免呐。我们还会去了解。那林静怡自己有回应，她说：“工作之外，我也是公民啊，礼拜6啊，我放假啊，我去当我公民应尽的责任，怎么了吗？”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也不能限制你，可是舆论会对你有所批评。我们看到2009年的时候，88风灾重创南台湾，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薛湘川，因为88节父亲节陪爸爸吃地瓜粥。结果被民进党怎么样炮轰的呀？当时薛湘川说：“工作之外，我也是公民啊，我也是人家的孩子啊，我也是人家的爸爸，会怎么样？你想一想嘛。”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曹兴诚，他当然是大罢免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跟推手。他说：“你民进党不要想团结啦，不要跟蓝营团结啦。”你这是在扯我们这个赖总统的后腿吗？赖总统不是说要团结吗？可是没有哦。他说，你民进党如果试图和对方对话，妄想团结的话只会松懈反共的意识，造成己方的分裂，最后得不偿失。所以到底谁不想让我们自己团结啊？到底是谁不想让我们台湾人团结在一起啊？从这句话你就看得出来。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吴思瑶他说我们台湾很透明。不要把我们贴黑箱的标签。他说，其实各国都很保密啊，都是完完全全不公开的，只有我们台湾做出来这个公开了保密协议，我们是前所未见，世界各国只有台湾做到了，所以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你看他拿出这个牌子，我们透明公开4作为。
可是我们看过去，从媒体就可以看得到，像日本，他们有在谈判的过程中有公开开放美国汽车这件事情啊，还有农产品进口啊。韩国也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开加重赴美投资啊。台湾到底公开了实质的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林濁水他揭发说，真正的杀伤力不是关税谈判的结果，他认为。赖清德民调惨跌啊，最大的杀伤力是因为政府采用安慰剂的方式回应大众，回应媒体，面对民众的态度不够好，也最伤信用，高傲，漫不经心。那我们看到赖总统跟传产的业者座谈，他说台湾的 AI 实力可以帮助美国打造全球中心。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来。我们先请教这个彬哥，这个姑娘状如山，当然啦，有网友说他领标案的不是用这一种4格漫画这种形式啊，如果是这种，那就真的吓死人了。但是他的4格漫画里头透露讯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最后一张图，什么大体解剖是这些东西，什么林荫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可怕，就是。你今天中常会的时候，赖清德在讲说，应该大家要理性互相沟通，是互相说服。结果呢，你跟你自己的爸爸都没办法说服，然后你的想法就是干脆等你死一死的时候，我把你拿去大体解剖出来。这个，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要跟人家谈，你只想去压过对方，你只想逼死对方接受你的看法。然后这种人在跟我讲他崇尚民主，这不是很自相矛盾的一件事吗？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别人的想法的一个态度？如果连这种态度都没有，你再跟我讲什么民主？这不是很荒唐吗？但是这些人每天都在干这些事，包括之前王小弟拍这个影片也是一样，他们都是用这种红卫兵、绿卫兵式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把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把他斗臭斗狂，就在做这件事啊。那我们的赖清德跟行政院有停下来吗？他们真的有专心去救灾吗？看起来也是没有啊。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还是大罢免啊，还是想尽办法。何伯文不是前2天在说他们对这7个坝区进驻100万雄师吗？我都不知道他100万雄师从哪来的，我不晓得是钱还是指人，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民进党全心全意搞的还是大罢免，还是斗争这一块。那当你整个执政党的终极目标还是斗垮你的敌人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像曹兴诚这一类的言论就会应运而生了。曹兴诚在讲什么？其实他讲的非常明确，就是他从来就没想跟你团结，他想的就是这样，因为他认定你就是敌人，他甚至认为你比敌人还可怕，所以呢，他对你根本没有什么团结的空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你而已。曹兴诚就是在讲这件事啊，他在民主国家在鼓吹这样的思想，这是标准的法西斯思想。那曹兴诚一直在做，请问一下，民进党有任何一个人敢讲曹兴诚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吗？其实有，李文忠、林浊水，然后这些人现在一个一个被斗。当李文忠、林浊水这2个还是赖清德在新潮流的前辈啊，赖清德在新潮流也就是岁寒的时候，他们2个是大哥，结果呢？结果现在这2个元老被斗的时候，赖清德有为他们讲过一句话吗？没有。那代表什么？代表赖清德也乐见曹兴诚把他们2个斗垮，那就表示至少赖清德自己本人对赖清德这种不是对曹兴诚这种说法也是不反对的。你也是个法西斯思想，你想的也是怎么样斗臭斗垮你的对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曹兴诚讲的话就是赖清德从他少数执政上台一路到现在所采取的行为就是这样，就是完全不协商不妥协，什么事情就跟你硬干到底，因为他认为跟你没有妥协协商的空间，我们就是斗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就是台湾现况的实际状况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我们也可以预见，赖清德在接下来的3年就是会持续跟你斗到底。所以我早就警告大家了，我们不要心存任何侥幸，你就是跟他斗到底为止吧。那至于吴思瑶，我其实很佩服他列出这4点，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很丢人吗？你说全世界唯一一个有给大家看保密协议的，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你给大家看保密协议这4个字吗？因为其他国家都没签，只有你签了，所以只有你拿得出来，因为没有国家有签了。然后你说他是全世界唯一会提出专案报告，因为人家不需要专案报告，人家每天都报告，根本不需要专案报告。然后你说，你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就是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要送到国会审核的，哪一个国家不是啊？你以为日本不用吗？你以为韩国不用吗？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一样，都要经过国会同意啊。你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吗？那最好笑的就是第4点还硬凑一个，说我们将来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到网络专属平台上面，不废话，这不是本来就该做的事吗？所以我就不知道吴思瑶怎么有这个脸去讲这种东西，所以我是很钦佩他啊，他那个脸皮真的不知道是用哪一国的化妆品做的，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不知道价值多少钱的，这个可能要问王一川，他比较了解。那但是现在民进党内有一些有志之士，有一些人很忧心，觉得你赖清德一直不但你自己斗，你还纵容下面人互斗，这样怎么是个了局？这样台湾会被你搞得乱七八糟。而且你还每天在大言不惭，什么台湾有实力去可以协助美国成为那个 AI 的什么中心，我们的实力到底在哪里？这个是4月25号他讲的，对，他还在，不是现在，他现在还在做这种梦啊，还是不断的由我们台湾输血给美国啊。美国会不会成为 AI 中心，我不知道，但是台湾肯定会完蛋。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啊！你连内斗都不想停止，连稍微停下来都不肯。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今天中常会，即使王世坚跟陈茂松在那边直接开干对起来了，对，然后结果呢？结果赖清德也还在讲说啊，大家就是要面对面把话讲清楚就好。然后呢，你也没有制止任何一方的行为，你还是容许他们继续斗，很赞。民进党果然有斗性，大家就看是民进党先倒还是台湾先倒。我们不需要陪着民进党一起倒，好不好？民进党可以倒，台湾不能倒。好，来请教将军。我们总统本身兼任的有一个单位叫做中华文化总会。什么叫中华文化？我觉得中华文化当然这个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历史，包括我们的各种创作。但是中华文化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究的是中华伦理，我们讲的3纲5常。我觉得在《三字经》里面讲得很清楚，3纲是哪3纲？父子、夫妇、君臣。父子要亲，夫妇要顺，对不对？君臣要有义。其实君臣是古时候的解释，你现在可以把它广义解成说，公司里面这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那要讲道义。那另外来讲，我们讲5常，5常再加2个这个兄弟跟朋友，兄弟要兄友弟恭，朋友之间彼此要有信用。所以5伦就是人跟人之间关系有这种伦理的关系，然后伦理怎么样？要用这种态度，彼此之间，譬如说是这个父子之间就要有亲情嘛，兄弟之间要有这个兄友弟恭我们在中华文化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总统本身身兼中华文化总会的会长，他将这些中华文化所得的钱去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是利用这些借着文化之名，然后养青鸟这些打手来行夺权之事实。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化所补助的是谁？是大资听说他这个4年里面补助了2000万。那大资在宣扬什么？大家可以去看，对不对？奉旨领饭，又宣扬的只是一些让我们这个痛心疾首跟政治相关的议题。然后，譬如说是奉旨领饭的那个女的在大庭广众下唱一些不堪入耳，让人家觉得很。我相信，包括国外，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是新潮流，我们是 LKK， 不懂这些，不懂得欣赏你们年轻人这些文化。我相信你放诸这个文化赛，尤其假如说这在美国的保守文化里面，他更不能接受你唱的这些歌词，那个什么不堪入目的这个歌都入词。难道我们中华文化就补助这些人吗？再来，我们讲说有一个青鸟女神开这个所谓书店这个6年狂捞6700万。那都不就中华文化？另外，中华文化在补助了些什么？譬如说0日公祭，借着补助这些，让这些所谓文化力，借着文化之名的人来奉旨领饭。
各位你痛不痛？反而丢弃我们中华文化固有传统的良好的风俗习惯，包括就像是我刚刚讲的三纲五常，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片头上面讲的，将自己的父亲跟他意见不合就大打出手。我觉得这不是第一个，之前已经传出来有一个父亲这个七旬的老父，因为政治理念不愿意投下这个罢免票，被自己女儿这个殴打的这种新闻已经传出来。难道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然后我们选我们总统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交出来的吗？但是我很同情这些年轻人被洗脑洗成这个样，真的是以后我们台湾自己怎么办？我们现在想，你这些钱你洗脑之后，这些人在干什么？我们看到了，包括郭玉琴这个赚红钱，沈伯洋父亲在赚红钱，曹新成在心中，所以你利用这些青鸟洗了他们脑以后去夺权，然后夺了权以后是让这些人吃香的喝辣的，去这个然后我们台湾沦落到什么程度，文化沦落到什么程度，这真的是非常让人家痛心的一件事情。来，赖老师。我观察这段时间很多青鸟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在家里面斗父母，到街头去斗过路的路人，在社区里面，在垃圾车旁边去斗这个街坊的亲友啊，那不停的斗，不停的在斗争，在制造仇恨。那我就感觉到啊，就是说这些青鸟，他们否定了中华文化。那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建构起我们这个社会的秩序。就是你刚刚谈到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情感，我们跟朋友之间，我们在工作的公司里面也有工作的伦理啊。那也就是说，有过去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它形成了一个整个体系。那现在这些青鸟是否定的，把整个中华文化的伦理体系丢在垃圾桶。可是他们对于西方欧美的这个伦理学的体系，源自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所发展起来的伦理学体系，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也不太了解欧美人的伦理价值是怎么建构的。那他们福音的是一种所谓的南岛语族的文化，可是南岛语族文化真的是不知所以。到今天为止，赖清德闷，蔡英文闷，没有人把南岛语族的文化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伦理全部都没有了。他们形成了一种我们觉得最可怕的这种虚无主义的极端分子。虚无主义的极端分子，他们在台湾的内部里面就不停地搞斗争、搞仇恨、搞恶斗。我觉得如果再加上这些知识分子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断地在推波助澜，然后绿营的他们掌握政权，他们纵容他们去犯罪，去对任何人的这种不礼貌、不友善攻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也是一个可怕的台湾。他们现在正把台湾走向堕落，走向沉沦，这非常不应该的事情。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已经发生了。对，可是当然我们希望极力可以挽回啦。